们先来看配方。劲道馒头使用的材料第一个中筋面粉800公克，干酵母8公克，糖8公克，然后盐2公克，过滤水400公克，然后这样以1倍的总量是1218公克，就是那个面团了。然后这里有个百分比，面粉产品的一种设计的方式就是你要设计一个配方的话，有这种百分比，你比较好去设计配方。100%呢，就是以面粉为准就对了，然后其他的材料都是对这个面粉的比例来算的，百分比来算的比如说干酵母它只有8公克嘛，然后这里糖的话8公克也是1.0%，那盐的话2公克就是0.3%，过滤水400公克是50%，一般做包子或是馒头的话，基本上就是50%，一半的水就对了啦，面粉的一半的水，可以来做包子馒头。然后这边呢有1.2倍啦2倍3倍这个就是你如果做多一点，或是要把它固定起来的话，这个就可以用这个公式来套用。比如说这里你有1.5倍你今天就是在做1.5倍，配方就会再出来了就是1.5倍，中筋面粉1200，干酵母都会12，糖12，就这样一直下来以此类推，然后2倍这个都可以改这个公式都在这边。然后像这个，然后把它卡比下来就好。然后这里有一个每公斤几元的话，就是看你买整袋都是小包的你就可以把每公斤多算一算，每公斤多少，把它输入进去然后成本的话，它就会算出来，公式在这边然后这个面团呢，差不多27块左右啦就是总成本，指的是材料成本所以每公克成本是0.0221元。然后制作数呢，就是用重量，比如说你每一个做4两，就可以做8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要做的。然后所以每一颗4两的馒头呢，就是150公克的馒头，就是3.4元，材料成本而已其他没有包括瓦斯设备折旧什么的如果你做生意店租什么都没算只有材料成本。然后你做完这个1倍，就是分成8等份，然后中火蒸15分钟。好，现在讲那个微生物，酵母菌它就是一种微生物。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那个干酵母的话，它其实也是天然的酵母菌，只是它这种菌呢，作为干酵母做成一种产品来卖的话，就是它那个酵母菌是有挑选过的，它是发酵力比较强的一些菌种来繁殖的并不是说那个是化学的，并不是，但是可能制作过程有一些化学程序或是什么的这样而已。不过它基本上干酵母它也是一种天然的酵母。好，那微生物它发酵呢都有4个阶段，就是生物学家他们去研究出来的。好，先来说明一下发酵的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停滞期，第二个阶段就是对数生长期，第3个阶段就是静止期，然后再来就是一个衰落期，这4个阶段。然后中间有一个对数生长期这个是最重要的。
什么叫对数？对数就是数学家他们发明的一种符号，比如说5等于2的几次方，因为2的平方是4，2的3次方是8，这个 n 呢，数学家就用 log 2 5来表示，这个 n 就是等于 log 2 5来表示，所以这个 n 呢，一定是大于2嘛，对不对？然后小于3。对数的意义，但是它的图形一般就是弯弓形的。然后发酵的时候，2个参数，一个是发酵温度，一个是酵母量 Y0 一开始都是 Y0，然后这个是发酵30度的时候的图形。比如说它现在发酵温度20度 C， 比如说你在室温，你也没有发酵箱，都是按照室温来发酵。它停滞期也许8分钟，之后会对数生长期，然后再来静止一段时间，就会衰败。因为你面粉放下去的时候，营养啊，面粉糖类啊，或是一些有利于微生物生长的那个环境，所以它就会开始生长。然后这个停滞期其实它是一个，它停滞期没有细胞分裂，它只有成长而已。复活、苏醒就是这个阶段。然后它开始苏醒好之后，它就会开始一个对数生长期。那我们要达到整个发酵的面团达到最大的酵母量，就要在这个对数期的这个地方，给它做一个人工干预，比如说把它里面的气体、二氧化碳或是酒精排掉，因为二氧化碳跟酒精都会伤害原来的菌，所以让它很快进入静止，然后衰败。然后你如果这边给它排气掉的话，它就会减缓，会减慢，而且它的菌数继续增加。如果你的发酵温度，比如说室内温度，夏天它就发得很快，可能20分钟它就会到这个对数生长期的顶端了。然后冬天呢，或者是比较那个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可能要30分钟才会到这里，甚至40分钟。所以我们要做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给它做排气、翻面的动作。那当然了，这个曲线上所表示的就是有活力的菌数，有活力的菌数，它到最后的那个细菌总数呢，可能会维持在这边过去，这个也是总数。但是有活力的，它会一直摔下去，也是一直摔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点，这个点。中筋面粉800克，快速干酵母8克，
也是8克。盐巴只是少许啊。哦，这也是2克。好，刚称的盐巴，好，差不多2克，放下去，过筛。糖比较粗了，过筛不过去。过滤的水400公克，刚好是面粉的1半。用筷子把它卷起来就可以了。如果不放进塑胶的话，就不锈钢也可以，不过应该没什么。好，这样就可以了。
看天气15分钟或者是30分钟都可以。室外温度是15度，室内温度19度。这个如果是那个比较老的一点的萝卜的话，皮要削多一点掉。这个是算蛮老的，这还可以吃啊。好，尾刀切一下。煮萝卜汤它必须要炖，要给它一点时间。这是杏鲍菇。纯素的面卷。加一些过滤水。因为它要炖很久，所以
水稍微多一点，然后加一点点油，一点点天然味素，还有一点点盐巴，最后再来调味，然后盖上盖子。就可以给它改成小火。现在已经炖了50分钟了。看看啊，味道都已经出来了。可以再炖个半个小时，有的心还没透。OK， 又过了30分钟，几乎都已经透了，而且水也剩一点点而已，刚刚好。关火。试一下味道还不够咸，加一点盐巴、天然味素，也可以再加一点胡椒粉更好。这种天气不大好发哦，再30分钟看看。当然是给它翻面揉一下比较好，因为它已经松弛了，所以给它翻面揉一下。30分钟的揉一次，如果这种天气的话，好天气的话，大概15分就可以揉一次。3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它现在酵母已经繁殖的够多了，
所以它现在发酵的很好。这是第一次，第3次，再30分钟。52公分。总共8个。一颗大概是165公克，蛮大颗的。这颗比较小一点，所以一颗等于差不多4两左右了。水大概是3000cc 就可以了。
个放着，让它松弛一下。一定要让它确实有滚起来，17分钟才会滚。15分钟，蒸了5分钟之后，这火可以换小一点，中火就好了。这是切片的哈姆，平常是放在那个冷冻，放在平底锅上面。哦，它在蒸的时候，我们来煎一下这个哈姆。15分钟到了，先把它关火。然后让它透气一下。透气1分钟就可以了。整个把它抬来桌上。哇，还不错。要吃的把它拿出来。其他的放在里面继续保温就可以了，靠着那里面的热水。它这种叶子有一种香味。抹上这个香辣酱，再加上这个，然后这是纯素的起司，大豆起司。馒头，然后再配上这一锅汤。